你在楼下的公园里走了20分钟，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大汗淋漓，没有肌肉酸痛，没有那种我刚刚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的感觉。你只是走了一圈回来，倒了杯水，坐下来。但在这20分钟里，你的身体内部发生了一场你完全看不见的战争，不是比喻，是真实的生物学事件。你的脂肪细胞收到了动员令，你的激素系统经历了一次精密的切换，你的肌肉细胞打开了一扇平时紧锁的门。你的线粒体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燃烧燃料，整个过程分秒推进，有明确的时间节点，有具体的分子参与，有可以被仪器测量到的真实变化。而大多数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走路对身体好，却不知道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走够20分钟和走了10分钟就停下来，在身体里产生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个时间节点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密码。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座有助双重供能系统的发电站，第一套系统烧的是现货燃料，也就是你血液里流动的葡萄糖和储存在肌肉、肝脏里的糖原。这套系统启动快，功能即时，就像城市里的应急发电机，随时待命，一有需要立刻点火。第二套系统烧的是储备燃料，也就是你身体里囤积的脂肪，容量巨大，但启动程序复杂，需要一系列的生化条件同时满足才能真正点燃。你开始走路的那一刻，发电站收到了增加供能的指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启动第一套系统，这是最省事的选择，现货就在手边，直接用就行。肌肉里的糖原开始分解，血糖开始被调用，身体用最熟悉、最快捷的方式响应了这个运动需求。这个阶段，脂肪几乎没有被动用。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迈开腿走路的那一秒，脂肪就开始燃烧了。但实际上，运动开始的前8到10分钟，你烧的主要是糖，不是脂肪。身体有优先级，它总是先动现货，再动储备，就像一个精明的仓库管理员，永远先清理最近进来的货，不到必要不开动底层的库存。走到第8分钟左右，第一个关键节点出现了，血液里的葡萄糖水平开始下降，肌肉糖原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补充速度。发电站意识到现货不够用了，这时候一个信号被发出去，脂肪组织收到了这个信号，储存在脂肪细胞里的甘油三酯开始被一种叫做激素敏感性脂肪酶的蛋白质切割，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释放进入血液。这是脂肪战争的第一枪，但释放进血液不等在被燃烧，脂肪酸需要被运送到肌肉细胞里，进入线粒体才能真正被氧化分解。这个运输过程需要时间，需要一种叫做肉碱的载体把脂肪酸带过线粒体的膜，整个流程走完大约需要再过几分钟，所以走路大概到第10到12分钟，脂肪才真正开始以有意义的规模进入燃烧程序。这就是为什么走10分钟就停的人，永远停在了脂肪战争刚刚打响的前哨，还没等到主力部队出动，战斗就结束了。他们消耗的几乎全是糖，脂肪安然无恙的待在原处，什么都没发生，继续走。走过第12分钟，走到第15分钟，情况开始真正改变。此时脂肪供能的比例在快速上升，你的身体已经完成了从糖代谢到脂代谢的切换准备。线粒体里的脂肪氧化通道全面打开，脂肪酸源源不断地进入燃烧程序。与此同时，另一个激素出现了，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是这场战争里的进攻总指挥，它从肾上腺和神经末梢释放出来，直接作用否脂肪细胞表面的受体，强力加速脂肪分解。它就像一道命令，告诉所有的脂肪细胞，现在是紧急状态，全面动员，把储备燃料交出来。脂肪细胞的反应是立竿见影的，那些平时被紧锁在细胞里的脂肪开始大规模涌入血液，血液里脂肪酸的浓度在这个阶段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肌肉的摄取量也同步增加。你的身体在这一刻真正进入了以脂肪为主要燃料的运作模式。走到第20分钟，这场战争进入了它最关键的阶段。不是因为20分钟是一个魔法数字，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附近，另一套更深层的系统被触发了，生长激素开始分泌增加。这个激素平时主要在深度睡眠中大量释放，但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是它在白天被唤醒的最有效方式之一。生长激素在这场脂肪战争里扮演的角色是战略层面的，它不只是促进脂肪分解，它还在同时保护肌肉不被分解。当身体在消耗能量的时候，如果没有生长激素的保护信号，肌肉蛋白质也可能被当作燃料动用。但有了生长激素的存在，身体收到了一个明确的优先级指令，烧脂肪留肌肉。这正是走路和节食的根本区别。节食创造的热量缺口往往同时消耗脂肪和肌肉，甚至肌肉流失的比例还更高。而持续20分钟以上的步行触发的激素组合会主动引导身体优先消耗脂肪，同时发出保护肌肉的信号。你不只是在减少，你是在重新分配。但这场战争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战场，是大多数人从未意识到的。在你走路的这20分钟里，一种叫做 AMPK 的酶在肌肉细胞里被激活了。这个名字很拗口，但它做的事情用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它是细胞层面的能量危机响应系统。当肌肉细胞感知到能量供应开始紧张，ATP 消耗速度超过了补充速度， AMPK 就会被激活。它一旦被激活，会做3件事。第一，打开葡萄糖转运通道，让更多的血糖进入细胞，而且这个通道的开启不依赖胰岛素。第二，促进脂肪酸氧化，让线粒体更高效地燃烧脂肪。第三，抑制新的脂肪合成。
让身体暂时停止往脂肪细胞里存东西。这3件事同时发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走路的这20分钟以及走路结束之后的数小时里，你的身体处于一种主动对抗脂肪积累的状态，不只是在走路的时候消耗能量，而是在细胞层面上临时关闭了存脂肪这个程序，同时打开了用脂肪这个程序。 AMPK 的激活效果在运动结束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走路的收益不只发生在走路的那20分钟里，而是会延续到你走完回家喝水坐下来之后的好几个小时。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其实在你坐下来的那一刻并没有结束。现在来说一个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细节，走路的速度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影响巨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很多人以为走得越快越好，燃烧的脂肪越多，这个逻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在某个速度节点之后，逻辑会翻转。当你走路的速度超过一个阈值，心率进入较高的区间，身体的功能系统会再次发生切换，这一次它会从有氧代谢转向无氧代谢，重新开始大比例依赖糖的快速分解来供能，脂肪供能的比例反而会下降。这个切换点叫做有氧无氧阈值，因人而异。但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大约对应心率在最大心率的 65% 到 75% 之间的运动强度，超过这个阈值，你确实消耗了更多总热量，但其中来自脂肪的比例在下降，来自糖的比例在上升。如果你的目标是最大化脂肪燃烧，那么维持在这个阈值以下的中低强度反而是最高效的策略。用一个具体的感知来描述这个强度，走路时你能够连续说话，但会比平时稍微喘一点点，觉得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呼吸，这就是对的区间。如果走到喘不过气，根本没法说完一句话，那已经超出了脂肪燃烧的最优区间。这个发现反直觉，但它背后的代谢逻辑是清晰的。脂肪氧化是一个需要氧气持续参与的过程，线粒体需要在有氧的环境里才能高效分解脂肪酸。当运动强度过高，肌肉对氧气的需求超过了供应速度，有氧代谢跟不上，细胞不得不启动不需要氧气的无氧糖酵解来应急。脂肪的燃烧在这个时候会被抑制，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来支撑它的氧化程序。所以走路这件事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稳越好，越持续越好。接下来说一件走路姿势里藏住的秘密，它能在不改变速度的前提下大幅提升这场脂肪战争的规模。大多数人走路时，脚落地的方式是脚跟先住地，然后身体重心前移，脚尖蹬出去。这种走法让小腿承担了大部分的推进工作，而大腿和臀部的参与度相对较低。问题在哪？大腿肌群和臀大肌是人体最大的肌肉群，也是消耗葡萄糖和脂肪酸最多的组织。如果这些大肌群没有被充分调动，走路消耗的燃料总量会大打折扣，脂肪战争的规模也会相应缩水。真正能高效动员脂肪的走路方式，关键在贼主动发力蹬地，每迈出一步，想象你在轻轻推开地面，用臀部和大腿的力量向前推进，而不是靠小腿和脚踝的弹性带你走。这个改变会让大肌群的参与度显著提升，肌肉消耗的能量随之增加， AMPK 的激活程度更强，脂肪动员的信号也更有力。同样的20分钟，同样的速度，光是改变发力方式，脂肪参与功能的比例可以提升相当可观的幅度。这不是理论，是可以在肌电图和代谢仪上测量到的真实差异。还有一个走路时间的选择值得专门说一说。同样是20分钟的步行，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点进行，身体的脂肪动员响应是不一样的。下午3点到6点之间是人体核心体温的自然高峰期，肌肉的神经传导速度最快，关节的灵活度最高，心肺系统的工作效率也处散迁的最佳状态。在这个时间段走路，身体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有效的运动状态，脂肪动员的效率也相对更高。饭后30分钟以内的步行有另一种特殊的价值，这个时间点血糖正在上升，胰岛素开始分泌，脂肪燃烧本来会被胰岛素的存在所抑制，但此时走路的意义不在买直接燃烧脂肪，而在买让肌肉通过不依赖胰岛素的葡萄糖摄取通道直接消耗掉这波上升的血糖，降低血糖峰值，减轻一线的工作压力，从根源上减少这顿饭转化为脂肪储存的比例。这2个时间点的走路目标不同，机制不同，但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干预脂肪积累的过程。如果每天都能做到其中一个，持续坚持，身体内部的脂肪战争就不会停歇。最后来说那个最重要的事儿，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事儿，这场脂肪战争最深远的价值不发生在你走路的那20分钟里，而是发生在你每天走，每周走，每个月走的积累过程中，在细胞层面上慢慢完成的一场结构性改变。持续规律的步行会让你的线粒体数量增加，线粒体是每个细胞里燃烧脂肪的工厂，工厂数量越多，同样的肌肉在同样的时间里能燃烧的脂肪越多。这个变化不会在1-2次走路后出现，但在坚持4到6周之后，肌肉活检可以测量到线粒体密度的真实增加。你的身体变成了一台更高效的脂肪燃烧机器，不只是在走路的时候，而是24小时都在以更高的基础效率运转。与此同时，胰岛素敏感性在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响应越来越灵敏。同样的血糖，身体需要分泌的胰岛素越来越少，脂肪被锁起来的时间越来越短，脂肪动员的窗口越来越宽。还有 APEC 这个系统本身，它的激活阈值会随助规律运动而降低。刚开始走路的人需要走到第8分钟之后才能激活它，但坚持走了3个月的人
可能在走路开始后的第3、4分钟，这个系统就已经全面启动了，身体记住了这个程序，它变得更快、更高效、更主动。这才是走路真正的长期价值所在，不是每次消耗多少卡路里，而是它在你的细胞里一点一点的改写了脂肪代谢的底层设定。20分钟看起来微不足道，没有喘气，没有出汗，没有那种筋疲力尽的感觉，但在这20分钟里，激素被激活，脂肪细胞被动员，线粒体开足马力。MK 重写了细胞的能量优先级，一场完整的、精密的、沉默的战争在你的身体里从头打到了尾。你走完了，战争还在继续，明天再走，后天再走。让这场战争成为常态，你的身体会记住每一次的动员令，每一次都响应得更快一点，每一次脂肪撤手的阵线都推得更远一点。不需要跑，不需要举铁，不需要精心设计的训练计划，只需要走够20分钟，只需要走过那个脂肪开始真正动员的时间节点，只需要每天给你的身体发出这一道简单而清晰的信号，战争会打响，脂肪会撤退，身体会改变。